你来思游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自己坦白，我留你个全尸。沈先生，你信不信玄学啊？你该不会想告诉我，我有什么劫难必须娶你才能化解？从沈修锦的表情来看，他明显是不信这套的。我来思游园是为了你，我爱慕你很久了。亲妹妹怎么了？谁不知道你这个妹妹是天煞孤星命？她3岁就被送到山上去了，17年没回来。哎，现在你爸妈出车祸死了，她就在这个节骨眼突然跑回来装孝女，说不是为了争遗产，谁信呢？你小声点儿，瞧着她听得见。正好，我就怕她听不见。丑话我说在前头，这栋别墅是你爸妈留给我们的婚房，现在苏家的公司又快破产了，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我没让他倒贴钱就不错了。哈，还想分遗产，门儿都没有。他在家里白吃白喝7天了，这钱我还得跟他算呢。你说什么呀？那是我亲妹妹，你真要算钱，我给你。你拿什么给？你一个家庭主妇，1分钱不赚，吃的喝的哪要不是花我的钱？他在苏家只生活了3年，母亲产后抑郁，将自己锁在房间里，无论他哭的声音有多大，母亲也不曾看过他一眼。父亲对他也并不喜欢。苏倩比他大7岁，会哄他睡觉，会给他喂饭。苏乔想到万鹏那张看似老实端正，但实则眉眼藏邪的脸，这男人心术不正，恐怕算不得良配。可日子到底是人家小两口的，他说到底也只是个外人。天一亮，苏乔就起身离开了苏家别墅。其实他这些年在山上偶尔给人算命指点迷津，也存了小几万块钱。但是3天前，他那存钱罐跟他那抠门师傅一块儿消失了，就给他留了一封信。信上的第一件事便是让他回家吊唁双亲，第二件事，徒弟，你命格奇险，至阴至寒，注定活不过20岁。但为师算到你跟沈家二爷沈修锦气运相连，同生同哭。沈修锦今年命里有一场生死劫，你得跟他成婚，护他平安度过，你才能活下去。师傅虽然平日里四六不招，但是他能掐会算，他窥天明通命术，还从来没有出过错。苏乔也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今年开始变得弱了，他如果出事，姐姐怎么办？他不想死。这些年老人假摔讹人的新闻层出不穷，但是苏乔在山里一来没通网，二来他们修道之人有规矩，对待老弱病残孕者不能见死不救。小姑娘，我看你也不像是有钱的样子，别管这闲事了。就是，你看人老太婆穿金戴银的，估计都活够了。待会儿家属来了，小心他们讹死你。他跪在老太太身边，仔细检查一番后，苏乔将人小心放平，取出布袋里的针灸包，银针利落精准地刺进老太太身上的7个穴道。别怕，我会医术，您不会有事的。而且您是大福之人，会长命百岁的。这不是安慰的话，是实话。这老太太的面相既富且贵。针扎进来以后，老太太身体的疼痛感顿时就缓解了不少。此时救护车赶到，见老人家的情况已经稳定，苏乔起身准备离开，可手心里却突然被塞了什么东西。这玩意儿看着就贵重，苏乔自然是不收的。他正要还回去，可谁料老太太两眼一闭，人直接晕了过去。让开让开！算了，找沈修锦要紧，这玉镯还是先好好收着，日后再还吧。苏乔怕放在布包里磕碎了，干脆将玉镯直接套在手腕上。一群废物，老太太都没看丢。沈先生，老夫人她偷偷藏了安眠药，把护工给放倒，
就把医院的火警预报器砸了，弄得一团糟。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人就不……这么说，是怪老太太了？不，沈先生，都是我们医院失职，我们已经在找了。奶奶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拆你一根骨头。二爷，有个女人挡住路了。这显然又是一个为了引起他注意不择手段的女人。他嫌恶地皱了皱眉，沈修锦目光一顿，他注意到这个土包子手上的玉镯。沈修锦原本有些躁意的脸瞬间就冰到极点。男人骨节分明的大手一把攥住他戴着玉镯的那条手臂，将玉镯直接包了下来。你是哪来的土匪啊？把东西还给我！土匪这个词恐怕10年前就没有人用了，更何况他这张脸3天2头的上新闻版面，整个地城就没有不认识他沈修锦的。想用这种白痴套路吸引他的注意力？这玉镯你从哪儿偷的？老太太人呢？我苏乔从来不干偷鸡摸狗的事。男人掀起眼皮，眼底杀意毕露，他猛地出手，一把掐住苏乔的喉咙。这男人是暴力狂吗？上一个想利用老太太接近我的女人，被我剁碎喂了口。你最好老实交代，我也许能给你留个全尸。他不动声色地将手伸进布袋里，摸到了银针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二爷，找到老夫人了。二爷？他又是从私幽园里出来的，这男人恐怕就是他要找的沈家二爷沈修锦。苏乔默默地将刚刚摸出的最大号银针又塞了回去。把人照顾好了，我马上就到。你就是沈修锦，沈先生吧？果然是在装清纯。怎么，现在又认识我了？沈先生，老太太是突发性心急，我当时给她施过针，人暂时不会有事的。但是想根治的话，最好是24小时之内再施一次针。把人给我关起来。哎呀，我说了我没事儿，你们别拦着我。我现在要去找我的救命恩人，那是老天赐给我的孙媳妇儿。老夫人，您现在不能乱动。奶奶，您最好听医生的。二爷，老夫人她没什么大碍，但需要安神静养，好好调理。既然要静养，你还留在这里啰嗦什么？病房内就只剩下祖孙2人了。疗养院住着不舒心，您随时可以打电话通知我，接您回家。为什么又要闹这么一出？您心脏不好，要是在路上出现什么意外……呸！你少咒我！这辈子看不见你结婚生子，过上正常日子，我死不瞑目。你要是真为我好，赶紧给我找个儿媳妇，生个大胖曾孙。我说了，除了结婚的事，别的我都能依你。我答应你父母，要好好把你养大成人。可你现在一心只有工作，冷酷无情。罢了，都怪我，是我没照顾好你。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啊？我还是死了算了。到了下面见了你父母，我这把老骨头再跟他们赔罪。奶奶，别闹了。只要您不闹，下次您怎么安排我相亲，我都配合。真的？奶奶也不逼你相亲了，你就给我直接结婚。奶奶，我已经找到了心目中的孙媳妇儿了，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她人美心善声甜，还会医术，跟你特别的般配。老话说得好，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你就替我许了吧。行，都听你的。不过你的救命恩人没留下任何线索，找起来怕是需要些时间。不用花多长时间，我昏迷前特地把你送我的那个玉镯给那个姑娘套上了。那镯子天下无双，上面还有我们沈家的暗纹，一出现就能被认出来。
沈修锦表情诡异的僵了一下，脑海里闪过苏乔的身影。我现在就去找人，你先好好休息。那你可快点啊，待会儿找迟了，我孙媳妇儿再被别人拐走。放心，没人能拐走。二爷，说，地下室里关着藏獒的机关，不知道被谁打开了，那个苏小姐还在里边。这要是不快点，苏乔那小身板怕是被啃得骨头都不剩了。沈修锦黑眸幽沉，薄唇勾起一抹残忍玩味的弧度。他转身直接去了监控室。二爷，真的不用关掉机关吗？不是装神弄鬼吗？还会医术？他倒是想看看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他雪獒的牙硬。只见那3只雪獒在朝苏乔飞扑而去，气势凶猛，而苏乔根本不躲，他那纤细苍白的小手在空中捏了个诀，一股无形的气波在空气中荡开，横扫向3只狂躁暴力的雪獒。那3只凶兽竟如同被束缚般停在了原地。苏乔手势横转，同时嘴唇轻动，无声飞快念着法诀：天灵常开，无令暂行，息于根，无于心，混水自动。就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，3只猛兽咆哮着嘶吼着斗成一团，互相攻坚。苏乔就站在旁边，冷静地看着这血腥的一幕。这3只雪獒已经被训练成吃人的猛兽了，如果不是他及时自救，现在被他们撕碎分食的就是他自己。住手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只见苏乔先两眼一闭，直接就晕了过去。半路上，苏乔就醒了。他多年前大病一场之后开了天眼，但每次使用灵石，身体就会变得异常虚弱。他平时的时候一般要昏睡上3-4个小时，可这回居然10分钟不到就醒了。但是苏乔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因为沈修锦的怀抱是暖的。自从开了天眼之后，他就再也不曾感受到人类温度了。此刻的沈修锦对他来说就像是寒冬里的取暖器，他贪恋着他的温暖，甚至无意识地往男人怀抱深处钻了钻。他将苏乔抱进一间卧房，放在柔软的大床上。还不行吗？哼，小东西还挺能装啊。既然昏迷不醒，那就杀了喂狗。我醒了，我醒了。看不出来你还会驯兽啊。你来思游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自己坦白，我留你个全尸。沈先生，你信不信玄学啊？你该不会想告诉我，我有什么劫难必须娶你才能化解？从沈修锦的表情来看，他明显是不信这套的。我来思游园是为了你，我爱慕你很久了。爱慕我很久了。来，展开说说，何时何地发生了何事，让你对我倾心到不惜上门找死？从面相上来看，沈修锦亲缘极淡。诡异的是，他能算到沈修锦亲缘淡薄，应该是双亲早亡，其他的他竟一概算不出来。苏乔不免有些诧异。编不出来？沈叔叔和伯母在世的时候，跟我师父交情很深。你不知道我，但是我看过你的照片，很早就听说过你的。沈修锦眼底充斥着嗜血的暴力。上一个敢在我面前提我父母的人，我挑断了他的手脚筋，把他骨头一根一根敲碎。看来你也想试试。二爷，管家福伯在此时匆匆推门进来，被眼前的一幕惊了一下。滚出去！二爷，是医院那边打来电话，说老夫人她病情突然恶化，需要即刻动手术的话，请您过去签字啊。沈修锦听到事关老太太，转身就要走。沈先生，我能救老太太。我凭什么信
老太太目前的身体承担不了动手术的风险，我有办法救老太太。要是我做不到，你再杀了我也不迟。他学着琼瑶剧里的悲情女主，咬了咬下唇。我知道老太太对你很重要，我喜欢你，就不想让你难过。喜欢她，不想让她难过？哼，这拙劣的演技。见老太太之前，你得准备一下。瞅到我眼睛了。行，他忍，等忍过这一年，他苏乔云清观第一神婆最强玄术士，势必要让沈修锦这个臭男人跪下承认错。滚出去！别来害我！别害我！快滚！二爷，我们检查发现老夫人脑部有一团阴影，推测应该是瘤块压迫了脑神经，导致出现幻觉，最好动手取出来。苏乔却看出那团缠绕着老太太的黑气，看来是有人给老太太中了煞，极其险恶的凶煞。他取下布袋，一样一样的往外掏装备，同时头也不回的吩咐：都出去，把门带上。众人都齐刷刷地看向沈修锦，在等他的意思。此时桌上的老太太忽然两眼翻白，浑身痉挛性的抽搐起来，双脚居然虚虚离地。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，就连一向对鬼神之论嗤之以鼻的沈修锦也怔了一下。苏乔看得清清楚楚，是那团黑气掐住了老太太。不想她死的话，都出去！苏乔扭头厉声喝道。满场的人被苏乔陡然暴涨的气势镇住。沈修锦一挥手，医护人员和保镖们连忙退了出来。我给你10分钟。沈修锦吐出这一句，转身离开。刚才发生在老太太身上诡异的一幕，在场10几双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绝对不是眼花幻觉能解释的。二爷，这是那位苏小姐的资料。沈修锦伸手接过，一目十行地扫过去。听说这苏乔是天煞孤星转世，她出生那天，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4个老人同时过世，而她母亲也一病不起。苏家生意开始走下坡路，直到她3岁被送走，苏家的情况才有所好转。直到7天前，苏乔又回到了地城，就在她回来的前一晚，苏家父母车祸，双双去世。唐毅越说越觉得后脊背发凉。二爷，这女人邪门得很啊，出场就得死人，她现在貌似又盯上您了。你觉得她能克死我？二爷，这邪门的事儿，咱还是宁可信其有，小心点好。他话还没有说完，苏乔走了出来，黑黢黢的脸衬得嘴唇越发苍白。老太太没事了，我去洗把脸。说完，他直接走向洗手间。纤瘦的背影看上去像一片薄薄的影子，风一吹就能倒。沈修锦淡不可见地皱了皱眉。只见刚才神态疯癫的老太太现在已经躺在床上，脸上也恢复了血色。阿锦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你休息一下，待会儿我让医生进来替你检查。他眼角余光瞥见地上的水果刀，刀尖沾血。苏乔掬了几捧冷水，就着洗手液洗掉脸上的黑粉，露出他那张苍白绝美的小脸。凭借他的本事，对付那些邪祟也是小菜一碟。只不过他今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先前对付3只雪獒又耗费了零食，身体太过疲惫，倒是让那些凶煞本体抓住机会从窗户逃了。幕后的人肯定还会再来，到时候他再一网打尽。苏乔体内寒意肆虐，要命的疲惫感袭来，每次过度使用零食，身体就会陷入虚弱的状态，他就需要重新吸收灵气才能尽快恢复。大都市喧哗俗闹，天地灵气极度匮乏。想起不久前他情急之下吻上沈修锦的画面，在亲上沈修锦的那一瞬间，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灵力
源源不断地涌入体内，四肢百骸都跟着暖了起来。沈修锦一个吻对他的加成，比在福居洞闭关3天都来得强烈。苏乔忍不住伸手去抚摸自己的唇，他好想再感受一次。你在回味什么？男人低沉的嗓音冷不丁地响起。沈先生。沈修锦就靠在门边，皱眉看着他，有股无声的嫌弃。但苏乔在这方面的钝感力极强，他笑眯眯地凑上前。我在回味之前吻你的时候。他不知道是这女人的段位太高，用最无辜干净的表情跟他调情，还是真就是傻白甜一个，撩而不自知。沈修锦伸出手，将他的脑袋推开了一些。老夫人已经醒了，医生在给她做检查。既然老夫人没事了，你现在有没有开心一点呢？他一边问，一边又往沈修锦的身边凑了凑，哪怕是亲不到，离他一近也能感觉到被暖意笼罩，灵力回升的感觉。还是头一回有人问他这种问题。开心？谁会在意他开不开心啊？沈修锦避开他毫不掩饰的炙热目光，注意到苏乔还在流血的手。不处理伤口，你想死？沈先生。在沈修锦要松开的时候，苏乔连忙反握住他的手，像只可怜巴巴的小狗一样。我好疼啊，你这么握着好像好一点。沈修锦最后亲自给他上药。我下手不会轻。苏乔眼睛就没有从他身上离开过，他笑眯眯地摇了摇头，活像个恋爱脑晚期。没关系的，只要是你给我上药就不会疼。这样挨着他比什么止疼药都管用。身为助理的唐毅在旁边觉得自己是多余，这苏小姐看自家二爷那满眼欢喜的样子都快溢出来了。等等，他不会看上谁死吧？唐毅被这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吓得一激灵。二爷，老夫人吵着要见您，说有急事要跟您说。知道了。沈修锦起身的同时，苏乔也跟着站了起来。坐下。哦。苏乔乖乖坐下，满脸不舍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虽然抱不到亲不得，但是能近距离的靠着他，苏乔就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在渐渐恢复力气。这小女人是真不知道矜持2个字怎么写吗？她的灵力池啊。苏小姐，我们二爷向来对女人没什么兴趣，更不会喜欢你这一款，你还是识趣一点。你叫唐毅是吧？苏乔侧目看他，跟刚才面对沈修锦时是完全不一样的神色。他淡漠清冷，轻飘飘的一眼扫过来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压迫感。你们二爷我跟定了，至于他对女人还是对男人有兴趣，我都无所谓。我劝你还是操心操心自己吧。他轻轻眯起那双好看的狐狸眼，端详着唐毅，眼底淌过一缕不易察觉的幽光。今天别在外面看热闹，还有这个平安符你贴身带着。我不。唐毅张嘴想要拒绝，却看见黄纸上朱砂化成的符箓在阳光下荧光一闪，眨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了。他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，心里也愈发瘆得慌。唐毅轻咳一声，伸手偷摸取过符纸，反正这小玩意儿也不占地方。阿锦，我刚刚昏迷的时候，好像又听见之前救我那姑娘的声音了。你是不是找到我的救命恩人了？您听错了，有消息我会立刻告诉您。我看电视里的霸道总裁要找谁，立马就能把人找到，还有个叫龙傲天的特别厉害。哎，都是当霸总的，你跟人家怎么差距就这么大？很好，待会儿就让人把老太太房间的电视给拆了。我的乖孙媳生得那么好看，在外面太不安全了。你要是不抓紧把人找到，
老太太嘴一撇，扭头去看窗户，意思很明显，没了孙媳妇儿，她就跳楼。沈修锦脑海中闪过了苏乔那张精致绝美的小脸儿，还有她直勾勾盯着他的时候那双欣喜满意的眼睛。就在沈修锦转身打算离开的时候，他注意到老太太的枕头底下露出一角黄色的东西，只见纸上行云流水，画着一串暗红色的符箓。那不是朱砂颜料，画符用的是血。沈修锦推门进来，就看到苏乔趴在椅子上缩成一团睡着了。他人本来就娇小纤细，此刻蜷缩成小小的一团，看上去就像只柔软的小猫。一股暖意随之在空气中漫开，朝着苏乔徐徐渡来。他嘴角禁不住翘了翘，内心已经开始期待沈修锦温暖的怀抱了。再装，我就让你这辈子都醒不过来。臭男人，但是他人设装就得装到底。苏乔做作地伸了个懒腰，一副刚被吵醒的样子。沈先生，你回来了。这演技跑个龙套都嫌业余，但是他见到他时眼里仿佛能开出花来，这份开心却又不像是装的。沈修锦还是头一次觉得看不透一个人，这种捉摸不透的感觉让他心生烦躁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沈修锦取出从老太太枕头底下发现的那张黄符，面色不善。我就是传说中的天煞孤星，丧门星，刚出生就克死家中长辈。3岁那年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父亲没有送我去医院，而是开了很远的车，把我丢到路边，想让我自生自灭。可惜我命不该绝，被师父救走，带回山上，一住就是17年。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也没有避之不及的厌恶。所以你就成了神棍？不是神棍，是法门玄术师，我超级厉害的。在他面前卖弄风情的女人他见多了，装神弄鬼的这还真是头一个。沈先生，沈老太太被人下了非常阴邪的凶煞，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但我留下的符箓能够保护老太太的周全，我还在老太太脚踝上绑了一枚铜钱，万万不能摘的。好温暖呐！想被多了。沈先生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老太太需要我，而我不能离开你，没有你我就会死的。这些话你对几个男人说过？那当然只有你一个啦。但凡有其他男人能保住他这条小命，鬼才愿意死乞白赖地跟着这座阴晴不定的冰山呢。沈修锦移开了目光，油腔滑调。见他转身要走，苏强慌忙地去追。沈先生，你等等我！然而猛地一下子站起来，又犯了低血糖。苏乔顿时就眼前发黑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朝前扑了下去。沈修锦的一只手有些狼狈地拉住腰间的皮带。放手！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脚麻了。刚刚处理好工作赶来的唐毅就撞见了如此诡异的一幕。小神婆跪在自家二爷的两腿之间，而二爷正在系皮带。这是在医院里门都不关就这样。没想到一向不近女的二爷，他玩起来居然玩这么的。等苏乔从地上爬起来，沈修锦的背影都在3米开外了。他起身就去追，从旁边转角冲出来的人影，正好他撞了个正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不是哪不舒服？只见苏倩右边的脸颊红肿着，上面还有好几个清清楚楚的巴掌印。自己被打成这样，还在关心他。我没事。你身上的伤是谁打的？万鹏吗？不等苏倩回复，苏乔掐指算了算，原来不是男的，
是个女人，而且还是个老女人。你婆婆啊？小乔，你怎么知道？走，带我去见见那个老太婆。他原本以为自己离开家对姐姐会是一种保护，但是看来他错了。姐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沈先生，我现在要跟我姐回去一趟，可能要离开你几天。这根红绳我从来不离身的，现在送给你，你带着它，它可以替我保护你的。沈修锦当然不会信，更不打算接。沈先生，你就带着吧，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苏乔一边认真的念叨着，一边麻利地将红绳套在沈修锦的手腕上，同时默默念了个诀。好啦，等我忙完我姐姐的事情，我就会马上飞来你身边的。沈修锦目光落回到手腕的红绳上，红绳保平安，这么老土的东西居然还有人信。神经病，这玩意儿绑得特别紧，根本就摘不掉。二爷，那个苏小姐虽然看着神神叨叨的，但好像特别关心你，而且您似乎也不怎么讨厌她。怎么，你很了解我？对不起二爷，是属下多嘴了。人抓到了吗？之前攻击苏乔的那3只雪獒是被人故意放出来的，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动手脚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已经审问过一轮了，但嘴巴很硬。嘴硬？把人送去1号公馆。小乔，你是不是没吃晚饭啊？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啊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们先去吃饭。我们去吃面吧。好。苏倩一口应下，心里稍稍松了口气。她现在的卡里就只剩下几10块钱了，要是苏乔真想去饭店，她只能找人借点钱。苏乔的确是饿了，一口气吃了4碗面，这才放下筷子。还疼吗？不疼了，你给的那个药贴很有效。还手了吗？什么？你那个恶婆婆用开水烫你，别告诉我你没有还手。她也不是故意的，是我不小心打翻了热水。结婚这么多年，跟婆婆刘桂芳时不时的会发生一些摩擦，苏倩都忍了下来。毕竟家和万事兴，这刘桂芳又是长辈，如今自己的娘家已经没了，如果想要好好的过日子，只能对刘桂芳忍耐一些。苏乔沉默地看着姐姐，她今日煤气照顶，破财伤情不说，接下来还有大灾。姐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可以告诉我的，我帮你解决。20岁的小姑娘离开家连顿饭都吃不上，能帮她什么？你有这份心，姐姐就很感动了。明天我去找个老同学，看看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份轻松点的工作，1个月挣个4、5千也好，至少能保障你的基本生活。山下挣钱这么难吗？她在山上帮人算一卦就5000起步了。当然了，我也算是名牌大学毕业，但一毕业就结婚生子，当了家庭主妇。现在我要重新去找工作也很难。不急，送钱的来了。什么？你们又来干什么？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们了，这事跟我妹妹没关系。万太太，你老公万鹏今天下午又赌了几把，现在连本带利总共欠我们5000万。他为了保命，把苏家别墅抵给我们了。现在他躲了起来，跟老子玩失踪。万太太，我就只能找你要房子了。不，这房子我绝对不可能给你们，那是父母留给他最后的遗产。那没办法，我只能带你回去慢慢聊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小乔，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人，你们可真要脸。不想死的最好别多管闲事，赶紧滚。小乔，你快走，他们不是好惹的。别怕，我来解决。看来你是找死了。黄生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还知道你作恶太多，殃及后代，导致你老婆这2年3个孩子胎死腹中。刀疤男脸色彻底变了，
一个初次见面的小丫头片子不可能清楚这种私事的。我劝你最好现在回头多做善事，否则你这第4个孩子也保不住。想唬我？你还嫩了点儿。我老婆现在根本就没怀孕。他话音刚落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。老婆，老公，我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这几天肚子不舒服，今天来医院检查了一下，医生说我怀孕了。老婆，这事儿你告诉其他人没有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刚拿到结果，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了。老婆，我回去再说。小神仙，我刚才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。一旁的苏倩都看傻眼了。小神仙，只要你能帮我保住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他已经丢了3个孩子，这第4个孩子他无论如何都要保住。苏乔淡定地勾了勾手，让他起来。我可以帮你，但是我的安胎服可不便宜。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安胎服每张5万，1张能保1个月。我要10张，我现在就给您转账。姐，收钱。哦，这也太离谱了，她这个妹妹到底是什么人物？小神仙，钱都汇过去了，能给我安胎服了吧？别急呀，还有件事儿，万鹏欠你们那5000万。小神仙，这5000万我要是收不回去，我老婆就得大着肚子替我收尸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欠你的钱你就找谁还。那个万鹏他妈的跟成了精的泥鳅一样，溜得比谁都快，我实在找不到人啊。榆林街盘山路那边房子没有几栋，你好好找找。多谢小神仙。不谢，算一卦5000，转账吧。姐，钱都收到了吧？小乔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那个流氓头子的信息你从哪儿偷听来的？合着流氓都信了，他姐还以为他是骗子呢。姐，其实我……你那个安胎服，什么作恶多端、报应到下一代的说法，一听就是电视剧里江湖骗子那一套。你姐姐我好歹是大学生，当然不会被那些神神鬼鬼的那些骗过去。我不管你是从哪儿偷听到的信息，但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在被皇上发现之前，你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，要不你还是离开帝城吧。他姐姐宁愿相信他是个骗子神棍，都不肯相信他是能掐会算，不是普通人。别担心，他不会发现的。皇申他老婆之前去山上的庙里拜过菩萨，我跟他聊过，也见过皇申的照片，也知道他流产了3次。至于他老婆这次怀孕，我刚刚在医院凑巧碰见他了，看他症状反应像是怀了的，就随口一说，然后就猜中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个解释苏倩果然接受了。你这丫头也真是胆子大，得亏你运气好。是啊，我运气真好，反正那些人短期也不会找你麻烦了。姐，你还是抓紧时间跟万鹏把婚给离了，以后就不用管这些破事了。小乔，你不懂，离婚没有那么简单的。其实万鹏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很爱我，也很爱我们的女儿佳佳，我们大学就在一起了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。今天上午那伙人找上门的时候，他躲了起来，等他们走了，他跪在地上跟我磕头，说他会改的。我把我手里公司的股份都转给他，让他卖了些去还债，没想到他又剧毒。姐，你还有我呢，离婚吧，以后我赚钱养你。小乔，苏家已经没有了，万鹏他不只是我的丈夫，也是我的家人，是我孩子的爸爸。我们一家人要同舟共济，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推上死路。只要他能改过自新，钱的事我愿意跟他一起想办法。果然，渣男背后一定都有一个傻女人。看来想让姐姐彻底死心，还得让她看清万鹏的真面目，被伤透了才行。沈修锦微微皱了皱眉，抬眸，前方拥堵成一团。二爷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，能不能尽快通行？
这条路是通往1号公馆最快的一条。我去，太惨了吧！4辆车追尾。哎，不知道车里人怎么样啊？唐毅冷不丁地想起苏乔的警告，今天别在外面看热闹。追尾事故中，最后那辆车突然发生2次爆炸，火舌窜了起来。唐毅后背渗出了冷汗，他忽然察觉到口袋里有些微微发烫，只见上面朱砂化成的符箓在他眼前褪色消失了。哪里是什么神棍啊，分明就是活神仙。唐毅咽了咽口水，转身快步钻回到车里。二爷，小神婆给你的红绳你还是好好带着吧，我觉得她好像有点真本事。小神婆？怎么你现在成了她的信徒了？男人语调漫不经心的，周身杀气却极为严重。绝对没有，我誓死效忠二爷一个。另一边，苏乔抬头，目光落在楼上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上，完全就是一座阴宅。人在这儿住久了，容易阴郁成疾，丧失生气，会折寿的。姐，这个地方不能住人，明天我们换个好地方住。那笔钱不能动，万一那个黄参识破了来找你麻烦，我们还能把钱退回去。小乔，我婆婆人比较泼辣，说话也不太好听，但心地还是不错的。我跟万鹏谈恋爱那阵，她对我很好的，可能现在年纪大了，脾气也大了，你待会儿听见什么别都往心里去。能养出一个软饭硬吃的渣男的人，又会是什么好东西？唐婶儿，你是不知道我那个肚子不争气的儿媳妇儿有多没用，给我生不出孙子就不说了，她连自己老公都管不住，跑来哭啼啼的跟我说我家万鹏在外面赌博欠了债，他要是有本事能把男人伺候好哄好了，我家万鹏至于压力大到跑出去赌钱吗？我骂了他几句他就敢顶嘴，我就给了他2巴掌，他倒来劲儿了，还要死要活的跑去医院。想当年大鹏他爸活着的时候打得我满脸是血，我还不是擦擦脸继续给他们一家老小做饭伺候他们，哪儿好意思跑出去让外人看笑话。哼，怕啥呀？现在他爹妈都死了，谁还当他千金小姐？反正人也没地儿跑。哎，我说你正好趁这个机会看他有没有藏私房钱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要死啊，走路都没声的，想吓死谁呢？怎么又带了个赔钱货回来？哼，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呦，小倩呐，这是你那个妹妹吧？哎呦，你要不说呀，可真看不出来是从山里来的村姑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多大了？有没有谈男朋友啊？这小脸可真嫩呐。哎呦，就是瘦了一点。转过去，让婶子看看这底盘结不结实啊。唐婶，这是我妹妹苏乔，刚不过20岁，还小着呢。20岁可不小了啊，都能领证结婚了。小倩啊，你可别怪唐婶说话直啊。你这妹妹当初可是人人嫌的灾星，如今一没文化二没本事，只有趁着年轻找个好人家，卖个好价钱才是真的。对呀，小倩，你总不能照顾你妹妹一辈子吧？替她找个好婆家才是正事儿。唐婶她那个堂弟特别有钱，你妹妹要是能嫁给他，后半辈子都能当富太太了。妈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唐婶的堂弟都快50岁了，给小乔当爸都绰绰有余。我说小倩，你这话说的年纪大点会疼人呐。要不是看在我和你婆婆的交情上，你以为这种好事儿能轮到你妹妹啊？那你怎么不让你自己女儿占这个大便宜啊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想让我女儿乱伦呢你？没教养的东西！今天我就替你那死去的爹妈好好的教育教育你。哎呦，痛死我了！你快放手啊，这个小贱蹄子！快放！你还不快管管这个小贱人！苏倩，让你妹妹赶紧撒手，反了天了还敢打人！看在你印堂发黄，面部青黑无光，活不过明天的份上，跪下跟我姐磕个头道个歉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唐婶儿浑身冷汗直冒，反应过来自己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片子唬住。哎呦，你这个小贱人，你敢咒我死？我撕了你这条嘴！他猛地一脚直接踹在唐婶的膝盖窝。道歉！哎呦，别打了！哎呦，苏小姐，我错了！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是不要脸的死肥猪，我嘴巴贱。苏乔这才大发慈悲的松开手。
好啊，你带你这个丧门星妹妹回来欺负我是不是？我看你连女儿也不想要了。你把佳佳藏哪儿去了？急什么？你女儿也是我孙女儿，我自然不会害她。只要你老实听话，我心情好了，明天就去把她领回来。你告诉我佳佳在哪儿，我现在就去接她回来。怎么，你还信不过我？妈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昨天打牌输了3000块钱，你给我转5000，我今晚去赢回来。等打完牌，我自然就带着佳佳回来了。好，说到做到。等一下，我要1万。你怎么？你的钱不就是我们家大鹏的？大鹏的就是我的。我们家大鹏现在人还不知道在哪儿，你倒好，卡里有钱都不给他还债。我可以给你1万，但是你要告诉我佳佳的地址，不然你今天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行吧，赶紧给我转钱，就没见过你这种做儿媳妇的，还跟婆婆讨价还价。收了钱，刘桂芳就给苏倩发了个地址。老太婆，我劝你今晚最好别出门，否则钱财散尽不说，还会天降横祸。呸！少咒我，老娘命硬得很，你全家死光，老娘都不会死。刘桂芳骂骂咧咧的下了楼。1万块就想打发我，哼，门儿都没有。他给苏倩的是一个假地址，现在儿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以后没有钱花，就只能找苏倩。姐，别白跑了，连老太婆给你的是个假地址，你等我15分钟，我带佳佳回来。他短短几句话，信息量太大，苏倩哪里还坐得住啊？焦急的起身去追，但是那门却好像被卡住了，怎么着都拉不开。苏乔走到小区门口，等了2分钟。小陈姐，人我给你送来了。佳佳正睡得不省人事，苏乔把她抱起来都没有醒，看来是被喂了药。黄哥真的抓住万鹏了。好，把人给我摁住了，先打断他的腿，看他还怎么跑。等一下，黄生立马改口。先别打断啊。小神仙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啊？苏乔低声跟他交代几句，想让姐姐对万鹏彻底死心，他就得来点猛的。看到熟睡如天使般的女儿，苏倩激动的眼泪都涌出来了。她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认佳佳没有受伤，这才将佳佳抱进卧室。怎么站在外面吹风啊？待会儿别冻感冒了。姐，那个刘桂芳压根就没有把你和佳佳当成一家人看，你不如和万鹏离婚，带着佳佳跟我走吧。离婚哪儿那么容易呀？而且万鹏和他妈不一样，以前我和他妈发生些不愉快，他都会站在我这边哄我的。那最后是不是每一次都是你在妥协？苏倩被反问得哑口无言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你姐夫，但我们夫妻这么多年，不是一句离婚就能结束的。就算真的要离婚，我也得见到他，跟他坐下来好好谈谈。再说了，佳佳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才能健康成长。为了女儿，他也得撑住这个家呀。我了解万鹏的，他是误入歧途了，一辈子长得很，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。女人傻起来，果然连自己都会骗。他能做的就是帮姐姐尽快清醒，然后去找沈修锦，保住自己的小命。二爷，我真的是打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机关，你饶我这一回吧。那光洁如镜的地板上很快就留下了一滩血迹，其中一滴血飞溅出来，正好滴在了沈修锦的鞋面上。对不起二爷，对不起，我擦干净。沈哥，这双鞋可是我花了300万找人用最好的鳄鱼皮纯手工做的。萧少，萧望，帝城4大望族之一的萧家小少爷，看着跪在面前正要替他擦鞋的男人，一脚踹在他脸上，男人的鼻梁骨瞬间被踹断，满脸是血。沈修锦缓缓站起身，男人被无形的恐惧笼罩，扭头想逃，却被沈修锦揪住衣领，直接拖到了满是食人鱼的鱼缸面前。我错了，二爷，是什么？晚了。沈修锦却没兴趣听，直接将他脑袋按进了鱼缸里。唐毅却对这一切司空见惯，恭敬地给沈修锦滴上消毒湿巾后，便安排手下将已经面目全非的男人拖了出去。沈哥，我一个变态都觉得你变态。怎么？你也想试试食人鱼的滋味啊？不想。萧望当即就老实了。沈哥，我查了一下，最近这段时间有个外地来的神婆经常从后门出入沈家住宅。他脑海中划过苏乔的模样，看来那小东西还真有点本事。沈哥，住宅里住的人可不少，想查清楚神婆到底是谁请的，恐怕还有点时间。这件事你不用管了。旺哥，这个月的债，沈爷，怂什么？
我沈哥还能吃了你？操！黄申那笔5000万的债还他妈收不回，你告诉他3天之内拿不到钱，他跟那个欠债的万鹏，老子一个坑给他们都埋了。那个叫万鹏的，老婆叫苏倩。对啊，哥，你认识啊？说什么喜欢他，担心他，原来算盘打在这儿了，以为攀上他就能免了那5000万的债。给他1天时间，还不上钱，就把姓苏的全家给我埋了。二爷，唐毅刚张开嘴，前方拐弯处猝不及防迎面冲出来一辆大卡车，照着他们就猛地撞了上来。看来他给沈修锦的红绳派上用场了。那根红绳由他心头血灌注，以他的灵石喂养，跟他相连，能挡死劫。苏倩端着一锅面条从厨房出来，却看见苏乔右手流血不止。小乔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你按着伤口。却看见苏乔已经从自己的布袋中取出一条画着奇怪图案的黄布，缠在了流血的伤口上，瞬间便止住了血。别担心，小伤，包扎好了。来电显示正是婆婆刘桂芳的号码。姐，别接，万一她有急事找我呢？苏女士，这里是医院，你婆婆刘桂芳摔破头被送来医院了，她儿子联系不上，麻烦你尽快赶过来。好，我现在就来。小乔，我得去趟医院，就麻烦你送佳佳去学校了。星光双语贵族小学，这钱给你打车。当初母亲产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苏父虽然请了护工来照顾，但是他忙于工作，很少在家。那冷漠的家庭氛围，再加上亲眼见过父亲狠心抛弃的妹妹，都给苏倩留下了阴影。她小心谨慎，从小就学会了看父母的脸色，费尽心思去讨他们开心，以至于成年之后，这种低姿态的卑微讨好已经深入骨髓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万鹏那个垃圾才能拿捏他这么多年。他觉得比起被抛弃的自己，留在家的苏倩更可怜。哎呦，你唐山跳楼了！苏倩有些难以置信地缓缓回头，朝楼上望去。这些年，她一个人是怎么挨过来的？又是如何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的？此时，半岛公寓4楼冷色调的客厅内，医生正在替沈修锦缝合，没有用麻药，那针刺破皮肉，血腥地撕扯着，就跟缝布一样。一旁的唐毅看着都觉得疼，而沈修锦本人却仿佛没有痛感般。查清楚了吗？昨晚那辆卡车在将他们撞下悬崖后，也冲下了山崖，当场爆炸，车毁人亡。显然，这幕后主使者想来个死无对证。二爷，都查清楚了。卡车司机半个月前诊断出绝症，1个星期前他账户里多了200万。司机的老婆孩子昨天也被他安排回了老家，不过人我已经抓住了，正在审。别让我等太久。是，幸好二爷您吉人自有天相，从那么高的悬崖坠车，都只受了点轻伤。吉人自有天相。看了一眼扔在茶几上那条断开的红绳，沈修锦的指尖勾起那条红的晃眼的手绳，丢进了垃圾桶里。唐毅，告诉小旺，苏家的人不用活埋，直接剁碎了喂狗。唐毅刚张开的嘴默默闭上了。二爷今天的心情很差，当个哑巴最好。医生已经处理完伤口，唐毅送他离开。您好，我是唐毅，请问哪位？唐助理，是我。苏小姐，苏小姐，您可真是神了，您的护身符太有用了。我想见沈先生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苏小姐，抱歉，我不能透露二爷的行踪。苏小姐，你还是带着你姐姐先离开帝城，背着我给人通风报信。唐毅整个人都麻了，他僵硬地转过身。二爷，我绝对没有背叛您的意思。苏乔，选一个吧。啊？死法。他费劲巴拉的想救他的小命，这狗男人怎么一天到晚想弄死他？沈先生，你能不能先开一下门啊？我进不来。他半信半疑的走到窗边，垂眼便看到了苏乔的身影。既然找上门来找死，那他就成全他。沈先生，他满脸都是雀跃，仿佛一见到他就很开心。可这个世界上哪有见他会开心的人啊？沈先生，你……沈修锦粗暴地拖着他进了电梯，直通顶楼。不是说爱我爱到情愿去死吗？现在我成全你，亲手送你上路。他此生最讨厌欺骗，他现在不爽到极点了。
苏乔站在原地，低着头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有所决定般朝沈修锦走过去。找到了，沈先生，这些都是我亲手画的护身符，全部都送给你。眼前的小女人直勾勾地望着他，又是那种眼神，既认真又温柔，仿佛满心满眼都只有他。沈先生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。我昨天给你的红绳是最好的护身符，能够替你当死结。昨晚他救过你了，就不能再用了。我原本想给你多做几条的，但是红绳要用我的血来养很久才有效果，我没有时间了。那这些护身符你一定要好好的带着。好了，我现在可以死了。他没有办法了，沈修锦的戒心太重，又不能直接弄死他，那样就等于真的是送自己上路，只能是拼一下血条了。毕竟他身体的自愈能力比普通人强得多。苏乔暗自发誓，等熬过这一年，他势必要让沈修锦知道什么叫做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苏乔冲沈修锦笑得更灿烂了，这个笑容让沈修锦皱了一下眉，干净纯粹，没有讨好，没有恐惧。这女人仿佛是真的看见他就觉得开心，这什么操作啊？沈修锦的心里烦躁不已。行，我送你上路。他竟然真的不躲。沈修锦高举的手臂顿时都顿在半空，他眼底疯狂的神色在慢慢凝固，随后低咒一声，将椅子狠狠摔了出去。沈先生，到底要杀要剐，能不能给个痛快啊？滚！苏乔算是见识到了这狗男人有多么的喜怒无常，可他偏偏不能走。沈先生，你在流血，我替你处理完伤口再走行吗？一靠近沈修锦，他就能感受到自己受损的元气在缓慢的修复。如果临走之前能再跟他多一些肢体接触，那就更好了。我说话你听不懂吗？苏乔只能依依不舍地松开手，他没有往门口走，而是走上前，将掉了一地的护身符默默收好。这些东西别人可都是要花钱的。沈先生，你别嫌麻烦，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一个护身符在身上。苏乔的身体摇摇晃晃，一头栽倒在电梯口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害他入骨？哼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心都难说呢。说。萧望听得出来沈哥的心情不好。哥，你昨晚问过一嘴的，我手底下小弟黄申收的那笔5000万的贷，我刚刚把人抓过来问清楚了。哥，你要是没兴趣听，我马上过。沈修锦眸光微凝，视线落在面前昏迷的苏乔身上。说。嗨，说起来也有点邪门，黄申刚才跟我交代了，欠债的万鹏昨晚找着了，还多亏了一个小神婆叫什么苏乔的帮忙。那个苏乔跟他说这笔债他可以帮他收，但在那之前他得先让他姐姐苏倩看清万鹏的真面目，不然苏倩不肯离婚。都什么年代还神婆呢？黄申那个傻叉居然还信了。苏家姐妹俩都是奇葩，一个蠢的相信赌棍，一个装神棍。哥，你放心，今晚我就把苏家姐妹抓来和万鹏一块埋了，到时候直播给你看啊。所以他接近他不是为了利用他帮他姐夫万鹏躲债。沈哥，苏家的人先别动。沈修锦吐出这一句就直接挂了电话。他弯腰将苏乔抱了起来，被暖意包裹，苏乔还没有清醒，已经遵循本能贪婪地往沈修锦怀里深处钻。苏乔，你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在骗我，否则我会亲手剥了你的皮，让你生不如死。二爷，那个小神苏乔他给了一道护身符，昨晚的确救了属下，所以属下刚刚接到电话，才想稍微提醒他一下，属下绝不是叛徒。叛徒的帽子比死更让他难受。起来。没有什么温度的语气，却让唐毅激动得差点哭出来。二爷，我们今日开业的天宫楼盘那里突然有几个人来闹事，要跳楼讨薪，喊着要见你，钱款是我负责的。二爷，我用脑袋保证，绝对没有拖欠的情况。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。一看到号码，他就生理性的厌恶。沈董，正是他的大伯沈长宗，如今沈家的家主。楼盘那边的事你都知道了吧？去处理干净，拖欠民工工资。哼，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，也就你干得出来。多好呀，就让他们跳，开业见红。混账！要不是老太太坚持，可怜你父母死得太惨，
我怎么会让你过继到我名下？这件事你要是摆不平，你父亲在集团的股份你就更没本事接手了。沈先生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他要是趁他不注意死在外面怎么办？苏乔当时就彻底清醒了，